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用五花肉搭配大白菜分享好吃的，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一顆脆嫩的大白菜，把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菜幫很輕鬆的就打開來了。其實清洗大白菜也是有技巧的，白菜外層的菜葉很容易沾黏沙，咱們先把外層一片一片的老葉扒開來，中間的菜心特別的鮮嫩，我們留着做白菜豆腐湯。處理好的菜葉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接下來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因為食鹽有很強的去污能力，同時還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加入清水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，這樣可以浸泡出白菜藏有的一些蟲卵或者是污垢以及泥沙。燉粉條的關鍵一步就是泡粉，很多朋友總是在糾結到底是用開水還是用涼水。有時間的話，我們可以用涼水提前2個小時浸泡，如果趕時間，我們可以用80度左右的溫水，但是千萬不能用100度的開水，不然的話容易外面已經完全爛了，裡面還是硬邦邦的。準備筷子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每一根紅薯粉都浸泡在水裡面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小塊五花肉，把清洗乾淨的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勻的片。如果家裡有老人的，我們可以去掉豬皮，但是帶皮凍出來會更香哦。我們把五花肉切成大約 0.3 厘米左右的薄片，千萬不能切太厚，不然凍出來不入味。千萬不能切太薄，不然炒制的過程中很容易爛。現在的大白菜也已經浸泡好了，我們接下來就簡單的清洗一下，因為白菜幫的間隙很容易藏有一些污垢或者是雜質，我們在清洗的過程中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清洗，有條件的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污垢以及各種雜質全部淘洗乾淨。經過這樣處理之後，我們吃着也更放心。把洗乾淨的白菜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接下來簡單的給下刀，像視頻中這樣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塊。菜梗和菜葉的成熟度不一樣，我們最好分開放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接着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大蒜可以增加豬肉和粉條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這個時候的粉條也已經浸泡好了，每一根粉條都吸足了水分。準備剪刀把粉條剪成小段，也不需要剪太短，大約在10公分左右，這樣在食用的過程中會更方便一些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碗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提前把鍋燒熱，下入切好的五花肉，這裡就不需要放油，全程開真火，慢慢的煸炒。因為這些天的溫度比較低，五花肉會相互粘連在一起，我們要用鍋鏟把五花肉拍散開來，這樣方便受熱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的炒乾了水分，稍微的放動一下鍋，使每一塊五花肉都能夠受熱更均勻。大約翻炒1分鐘左右，五花肉慢慢的從粉紅色變成了微微的金黃色，回的部分開始出油，微微的捲曲。今天的五花肉不需要炒太乾，不然的話口感不好，吃起來就像吃油渣一樣。翻炒成視頻中這樣，加入切好的薑蒜片，然後再把白菜梗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薑蒜炒出香味，把白菜梗稍微的炒乾一下水分。關鍵的一步，加入2個八角，快速翻炒均勻，
那香味瞬間就飄滿整個廚房。接下來加入2小勺的豆瓣醬，不喜歡吃豆瓣醬也可以加入黃豆醬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豆瓣醬炒出醬香味。讓每一片白菜幫子都能裹上這濃郁的醬香和肉香。接下來往鍋中加入開水，這裡一定要是開水哦，水的量也不要太多，剛剛沒過食材就可以。接下來加入少量的食鹽調味，因為豆瓣醬有鹽味。加入松茸鮮，少量的白糖，稍微翻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把浸泡好的紅薯粉直接放在鍋中，扣上鍋蓋，開小火，大約燜煮5分鐘左右，使粉條充分的入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五花肉、大白菜和粉條的鮮香味。接下來把白菜葉也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。因為白菜葉比較容易熟，我們一定要最後加入。感覺顏色有點淡，我們再加入少量的紅燒醬油上色，稍微的翻炒幾下，把白菜葉炒至斷生。醬香裹着白菜的清甜，豬肉的油香，聞着都特別的有食慾。翻炒成視頻中這樣微微帶有一點點湯汁。有條件的我們可以準備一個砂鍋，放在砂鍋裡面邊煮邊吃。像這樣寒冷的冬天來上一鍋，真的是暖身暖心又暖胃。這樣凍出來的粉條吸飽了肉湯的精華，勁道爽滑，咬一口還帶着肉香。五花肉燉得回也不膩，瘦肉部分吃起來一點都不柴。白菜凍得軟爛入味，吸足了醬汁，比肉還好吃。醬香肉香混着白菜的清甜，滿屋子都是煙火氣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啦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